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川普对全球的关税怎么就一下变成了美国和中共单挑的格局？认清这点，对将要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世界各国将采取什么策略非常关键。在下一阶段中美博弈中，两国会如何过招，谁能胜出？最后，我们老百姓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该如何做出理智判断？先简单总结一下过去10天的关税过山车。4月2日，川普启动面向全球的关税战。4月5日，美国启动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基准关税。4月9日凌晨，美国对60多个国家启动额外的11%至54%不等的额外对等关税。但是，仅仅18个小时后，川普就突然宣布对除中国外的所有国家暂停对等关税90天，独独对中共的关税暴涨到125%。原本一场美国和世界的关税战，一瞬间变成了美国和中共的单挑死战。4月11日晚上，川普突然宣布对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豁免，中共成为这个豁免的最大受益国，相当于给23%的中国商品免去了125%的关税。剧情反转之快，好莱坞大片也不敢这么演。支持川普的人说，这就是川普一直以来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月9日下午的记者会上就说，他和川普在4月6日周日的长谈中，川普就告诉了他这个计划，所以一切都在川普的计划之中。恨川普的媒体和个人却坚称是4月2日川普出台的新全球关税政策让美国经济前景暗淡，特别是美国国债市场在过去几天的惊人表现让川普惊恐，而不得不临阵撤退。这两种说法都有真实成分。我一直坚信历史发展是有定数的，人类知道的历史不过是后人对历史的叙事罢了。真实的历史对人类永远是个谜。表面看，历史是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做出抉择的后果。事实上，那些做出抉择的人在那个时刻也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的，因此他们面临的选项其实往往只有一个。认真分析美国和世界过去一周的状态，你会发现在现实制约下，历史给川普的选项并不多。有人说川普从一开始就计划着全力灭共，我说这是你的一厢情愿。川普是个非常现实和直接的人，脑子里没有太多意识形态上的情节，他基本就是一个想法，那就是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他是美国的总统，他当然首先应该对美国人负责。2018年他掀起第一次贸易战，现在又挑起和世界的关税战，最初的目标都不是为了摧毁中共或者任何专制集权政体。但是在川普一路跌跌撞撞而不得不反复进行政策调整的过程中，结果形成的对中共的打击，那个强度是任何现代美国总统无法比的。4月9日的关税大逆转就是一个典型的类似情节。首先，川普4月2日宣布的美国全球关税新政策背后是有一整套他的计划和想法的。我在4月5日的节目中详细解释了他和他的团队对未来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计划，把世界各国按照他们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分为绿色类、黄色类和红色类。其中绿色类国家将是美国的亲密贸易伙伴，甚至可能得到美国的安全保护。红色类国家就是美国的贸易竞争对手，甚至可能成为地缘政治对手。这个设计是我在4月5日的节目中提到的谋事在人的部分。我在4月5日的节目中也明确提出，最终哪些国家会落入哪个类别，这是没人能预测的。如果绿色国家不够多，或红色国家势力过大，美国最终也会落入非常被动的局面，结果甚至可能比川普这场关税战之前还糟糕。这些不确定因素就是我提到的成事在天的部分。贝森特坚称4月6日周日在他和川普的长谈时，川普就告诉他最终会对大多数国家推迟征收额外的高关税，以给这些国家和美国一对一进行协商的机会。我相信贝森特没有撒谎，但是川普会在高额关税启动15小时后就单独把中共挑出来作为红色国家，
同时宣布推迟征收其他所有国家的高关税，开始和所有这些国家进行谈判。这个时间和细节应该不是川普在3天前就和贝森特定好的。有大量迹象显示，川普是加快了他宣布对绝大多数国家推迟高关税的决策时间的。川普自己后来也暗示过，让他加速做出延迟高关税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国债市场出现的奇异现象。虽然媒体通常关注股市的涨跌，但真正决定美国经济命脉的却是美国的国债市场。在4月5日的节目中，我提到川普4月2日宣布要和全球打贸易战，让全球投资人出现恐慌，开始大量抛售股票。按常理说，世界最保险的投资产品就是美国国债，因此世界投资界一出现恐慌，大量资金就会涌入美国债市，买的人多了，美国国债的价格就会上涨，国债收益率就会下降。结果川普4月2日的惊人公布，竟造成美国10年国债的收益率一路下跌到 4% 以下。国债收益率下跌，这意味着美国偿还债务利息的压力就会减少，同时和10年国债收益率挂钩的美国房贷利率也会下跌，这会让美国人更能负担买房的花费。因此，川普政府一度声称4月2日启动的贸易战不但没有让美国经济崩溃，还对美国的债务问题、对美国人的住房问题都带来了好消息。但4月5日后，美国债券市场突然发生了一个惊人的逆转，突然有人开始大量抛售美国中长期国债，抛售数量之大，速度之快，造成美国国债收益率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上涨。在短短3-4天的时间，10年国债的收益率就回涨到了 4.34%。国债收益率快速上涨，除了对美国国家债务和美国房地产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外，它还会对美国金融系统产生巨大冲击，特别是对中小型银行的冲击可能是致命的。2023年3月，美国硅谷银行倒闭的一个导火索就是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快速上涨。高收益率让硅谷银行在账面上的浮动亏损数额大量增加，引发市场恐慌。大量银行客户在短时间内提取了420亿美元的存款，最终导致硅谷银行倒闭。过去1周，美联储突然宣布，那些资产少于50亿美元的银行以后不需要每周向美联储报告他们的资产和负债情况，以后只需要每月报告一次就行了。有人对这个新规定的解读是，这是美联储在针对目前债券市场收益率暴涨的一个低调的应对措施。美联储不希望债券市场目前这个短期大幅波动，造成一些中小银行在某一周报告中显示账户上出现临时大额浮动亏损，从而引发不必要的市场恐慌情绪。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债券被大量抛售对美国金融系统的巨大威胁。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对美国国债市场的这轮打击呢？不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读。目前主要有3类解释。第一类解释，有人用货币战争的思路，猜想这是中共在大量抛售他们手中持有的约8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以此攻击美国的金融体系，给川普和他的团队施压，逼迫川普放弃他的新关税政策。第二类解释来自那些恨川普、反对他的新关税政策的人。有人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声称，这次美国国债市场异常的原因很简单，川普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让投资者不知道如何评估美国经济未来的10年走向。川普颠覆全球贸易体系的做法，让全球投资人对持有美国长期国债没有信心，因此购买美国中长期国债的意愿出现历史性的低点。持这种观点的人提出的另一个证据是，过去1周美元对欧元和日元的汇率大幅度下跌，这也显示世界金融对美国未来正在失去信心。第3类解释是从技术层面出发的解释。一些对冲基金他们会利用债券市场上出现的一些小的利率差，用特殊的投资策略赚钱。这类投资策略有什么基差交易啦、新旧券套利交易啦、
互换利差交易了等等。时间有限，我就讲一个基差交易，以此类推，大家就能对这类技术解释有个基本理解了。通常人们把现在就可以买卖的国债叫现货国债，和它相对的是国债期货，就是约定未来某个时间，比如3个月以后再完成买卖国债的那个合约。国债期货通常比现货国债要贵一点点，为啥？举个例子，假如你去市场买苹果，现货市场就是直接买苹果，你全款付款，1块钱1斤，你买10斤就得付10块钱，这就是现货国债。而国债期货就是你跟卖苹果的老板说，老板，我先交1块钱定金，你给我留10斤苹果，1个月后我来付全款拿货。这1块定金就是保证金，你用1块钱就锁住了未来价值10块钱的10斤苹果，这就是加杠杆，用小钱控制了一笔大买卖。为什么国债期货比现货国债贵一点点呢？因为国债期货用定金买苹果的方式太方便了，而且它让你的钱能干更多的事儿。你有10块钱，如果直接买现货就只能买10斤苹果，但用期货你交1块钱定金就能控制10斤苹果的买卖权，剩下的9块钱还能干别的投资。而这个杠杆是有价值的，所以期货价格会稍微比现货高一点。基差交易就是一些对冲基金在玩现货国债和国债期货之间万分之几的利率差，他们卖出国债期货，同时买入等量的现货国债，就能几乎无风险的锁定两者之间的差价。你可能会说，就万分之几的利率差，值得吗？关键是那些对冲基金会玩加杠杆。他们怎么加杠杆？他们把买到手的现货国债去一个叫回购市场的地方抵押借钱，比如你花100万买了国债，转手就能抵押借出比如99万现金，然后拿着这99万再去买现货国债，再卖国债期货，就这样一遍一遍套娃。杠杆能加多少？一般50倍算正常的，高的能到100倍也有可能。这就意味着你用100万美元的本金就能撬动高达1亿美元的国债买卖，万分之几的利率差就变成了百分之几的几乎稳赚的利率差。这个基差交易的规模很大，据说现在对冲基金在国债期货上净卖出了大约8000亿美元。平时风平浪静还好，一旦债券价格下跌，麻烦就来了。一边你卖出的期货市场要你追加保证金，而另一边你抵押贷款的回购市场也要你追加保证金。你要拿不出钱来，对不起，你抵押的国债就会被贷款方强制卖掉，这一卖，国债价格就会进一步下跌，从而引发更多的人因保证金不足而被强制抛售，结果可能形成可怕的死亡螺旋。2020年3月疫情刚开始时，这个基差交易就差点引爆了整个美国国债市场，最后还是美联储紧急出手，买了差不多1万亿美元的国债，才把火扑灭。最近美国国债市场虽然还没有那么夸张，但类似的一幕好像又在上演。那么上面我们讲的这3种解释，哪种最靠谱？我感觉3种情况很可能都在发挥一定作用。虽然有华尔街大佬已经公开呼吁美联储介入支持债券市场，可能因为情况还不那么危机，目前美联储还在观望，并没有真的出手。我们前面讲了，大量抛售长期国债造成国债价格下跌，收益率增长，不但对美国经济有实质的伤害，而且对市场信心的打击也很大。据报道，川普本人对美国国债市场的怪异状态一直在紧密关注。因为引发这些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川普的新关税政策，因此4月5日以来，一些过去很支持川普的投资人，例如阿克曼，也开始在 X 平台上公开批评川普的新关税政策。福克斯商业频道主持人巴迪罗姆和川普有私人交情，川普会时不时看他的节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摩根大通 CEO 戴蒙知道这一点，
因此他利用他被巴迪罗姆邀请参加他在福克斯访谈节目的机会，在节目中警告说，川普的新关税政策很可能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在节目后，巴迪罗姆和川普通了电话，在电话中，川普承认他看了这期访谈，说戴蒙的一些观点的确有可取之处。随后，川普就在4月9日下午宣布了对除中国外所有国家延迟90天征收额外高额新关税。在高额关税生效15小时后，一方面川普把中共的新关税提高到125%，另一方面对其他国家推迟实施新关税。这个决定完全符合我们上期节目中提到的，川普想利用关税来把美国贸易国分成3类。中共显然已经被川普放入了红色类，成为美国未来的贸易对手。其他国家会根据谈判的结果，分别成为美国未来的绿色贸易伙伴或黄色的中间贸易对象。综合上述，虽然川普4月9日的重大政策改变和他本来启动关税战的计划相符，但他做出那个政策改变的时间点却很可能是受到了一系列外在因素的影响，包括美国国债市场的异动、贝森特的建议以及多个金融大佬的外围禁言。多个媒体和专家分析说，通过川普上面的决策过程，世界各国都会看到川普是多担心美国的经济，因此美国国债的状况、金融大佬的观点等等都会影响川普的抉择。这就相当于他们抓住了川普的软肋，因此他们会在未来3个月的谈判中充分利用这点影响川普的抉择。对此我不认同。今天开篇就讲了，历史发展有定数，关键人物在做抉择时，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有很多选择空间。就拿中共这次来说，川普做出全力针对中共的决定，其实是个必然的选项。我们前面分析美国国债近期异动的原因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是中共在有意抛售美国国债，想因此逼川普收回新关税政策。如果是真的话，那么中共得到的结果是事与愿违。美国债市的危机让川普更快地选择专心对付中共。虽然川普还说在等习近平的电话，但是当前的情况让川普根本不可能对中共在关税上做出任何实质的妥协。4月9日，川普政策改变前，中共是川普针对的几十个国家中的一个，虽然是最严重的一个。而现在，中共成为川普在关税问题上全力针对的唯一国家。如果现在对中共大幅度让步，川普在关税问题上就什么都不剩了，那就相当于川普打自己的脸，把他喊了40年的用外贸做杠杆挽救美国制造业的这个口号扔到粪坑了。目前在媒体和网上热议的一个话题是，美国和中共在未来对抗中谁会胜出？显然，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全面启动了他在海内外的喉舌，营造了一个中共将全胜的舆论气氛。在国内，中共利用他对媒体的控制，利用民主主义情绪，掀起了一股反美的舆论高潮。国际上，中共调用了大量他的隐藏力量和仇恨川普的西方左派势力全面结合。在 X 平台上，很多恨川普的西方左派人士都异口同声地声称，中共将在全世界面前击垮川普。德国的左派报纸《柏林日报》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同川普相比，习近平更加聪明”的评论文章，然后中文德国之声就立刻刊登文章，引用《柏林日报》的评论文章，然后文章内容出口转内销进入中共的媒体系统，让中共的意志从欧洲到北京连成一片。我本人也认真思考了谁胜谁负这个问题。表面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好像不言而喻。根据中共官方统计数据，另外根据美方贸易数据，美国对中共国的贸易逆差保守算是约3000亿美元。如果美中真的停止贸易，中共国一方立刻就会少3000亿美元的纯收入，而这3000亿美元还不包括大量中共国通过转到东南亚或墨西哥等国，用洗出产地的方式规避美国对中国高关税的间接出口。因此，中共对美国的实质贸易顺差绝对更高。从全球商品
贸易的角度看，2024年美国全球商品贸易的逆差是1.2万亿美元，而中共国的全球顺差是约1万亿美元。宏观上讲，目前全球商品贸易的两极就在美国和中共国。如果美国和中共国的贸易能平衡，这个世界的综合贸易也就平衡了。最近墨西哥和越南等国在他们和美国初步谈完后，就立刻开始对中共启动新的关税，并严查中共企业借他们国家洗产地的这个问题。因此，防止中共商品绕道进入美国，可能成为川普和未来各国谈判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川普在这方面真能部分成功，中共在外贸上的损失将远远超过3000亿美元。但是，贸易数据的增减还不能完全说明哪国是最后的赢家。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容易。首先，美中两国谁胜出的定义是什么？这本身就很模糊。目前中美之间商品的关税至少有125%，这极高的关税已经相当于让两国在贸易上进入了软脱钩的状态了。但是两国贸易真的硬脱钩了，也不会造成任何一个国家真的灭亡。另外，用哪个国家执政党会因此下台来作为哪国失败的标准也不合适，因为中共是个独裁党。1960年前后，中国饿死了至少3000万人，中共政权也无人敢挑战。而美国是2年1小选、4年1大选的民主制度，执政党更迭在美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有人可能会选择说，美国和中共谁先顶不住，先向另一个国家部分妥协，作为谁失败的定义。这个定义也有问题。美国政府和政党是要讨好选民的，如果大部分美国民众承受不住了，美国政府大概率会迫于民意，为民众的意愿而低头。川普最近豁免进口电子产品的关税就是个例子。而中共那边，任何一个中共高官都敢代表中国老百姓拍胸脯担保，让中国人吃3年草没问题。中共宁可在经济上退步，也不可能在政治上低头，因为一低头，中共社会的体系就可能会瓦解。可能有人会选择两国在以后 GDP 的变化幅度来决定谁赢了，这个定义也有问题。在这方面，中共有一个强大的统计局，要什么 GDP 数据就能算出个什么 GDP 数据，美国根本没法比。我知道很多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内心的一个默认标准是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会有什么变化，哪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下降的更多，哪国就输了。进行这个比较也很难，因为两国人的生活和收入状态很难直接比较。前几天，一个老家在一个湖北小县城的朋友聊起他们家乡的情况，说在关税战开始前，他在广东打工的哥哥就因为在广东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回到湖北老家闲在家里。他的嫂子一直在湖北当地一个纺织厂打工，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而每天的工资只有10美元，还是你干一天有一天工资，哪天干不够12个小时要扣工资，哪天得病不能上班，那就1分钱也没有。我的美国同事很难相信现在中国还有这样的收入状况。目前中美关税战已经开始，那么这场史无前例的冲突会给中共国、美国和世界带来什么影响深远的变化呢？川普把对中共国的关税升到125%后，在重重封锁的中国网上还是传出了很多消息。有人说，全国多地面向美国的工厂立刻开始放假，一个叫福建足兴的公司宣布车间实施无薪放假，惠州义和家具公司宣布公司进出口业务遭受冲击，放假5天。陕西一家外贸企业的绝大部分来自美国的订单被取消，工厂的流水线直接停工，等等。有中共官方内部文件显示，中共希望各地官员积极行动起来，帮助把原本面向美国的产品在中国国内和美国以外的市场寻求出路。很快就看到京东在他的网上高调表示会支持中国制造，他们声称今年会帮助3000亿元原计划销往美国的商品在国内找到买家。这个消息让官员看了真高兴，却让很多原本就面向中国市场的企业家倒吸一口凉气。这些针对
中国国内消费人群的企业原本就已经内卷到了惊人的状态，未来中国内卷的残酷程度将再上一个台阶。上面的中共文件显示，未来大量原计划销往美国的产品会涌向欧洲和日本市场，这种生产出来卖不出去的东西，大概率会以抛售的价格涌入美国以外的各个国家，这对欧洲、日本等市场都是灾难性的。在4月4日就有报道说，在美国对中共加征关税后，欧盟官员就准备采取紧急措施，为大量中国商品涌入做准备，防止中国的廉价商品给欧洲带来经济噩梦。目前中共正通过逐个瓦解的方式，利用各种外交渠道，努力拉拢欧洲各国和他一起反美。有媒体报道说，目前中共正在和欧盟就减免中共国电车进入欧洲的关税进行谈判。我对目前左派主导的欧洲能否做出理智的抉择没有太大的信心。从意识形态上讲，欧盟目前对川普政府的仇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只希望他们头脑中还有清醒的那部分，可以告诉他们，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顺差是2000亿美元，而他们和中共国的贸易逆差是3000亿美元。美国还是给他们钱的国家，而中共是拿他们钱的国家。希望他们的理智还能战胜他们的情绪，他们最终能够在未来90天好好和美国谈判，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最后，对海外的朋友，我简单聊聊该如何应对目前金融市场混乱的状态。最近美国股市波动极其剧烈，过去100年美股平均年回报是10%，但近期2天股市就能下跌10%，一天又能上涨9.5%。人脑在接收到这样惊人的信号后，会情不自禁地进入高度警惕状态，会出现要对自己的投资组合做出剧烈调整的冲动。我在上期已经谈到了，对你现在想逢低买入的冲动，或想大量抛售的恐惧，都是投资专家建议你要认真思考克服的。专家建议你在进行这样的剧烈操作前，你最好先静下来，问自己这4个问题。第一，你拥有什么投资产品？你需要了解自己投资组合中各种产品的具体情况和比例。第二，你为什么要持有股票？多数人持有股票是为了拿到美国和全球经济长期增长的那个红利。第三，目前什么情况发生了变化？市场可能的恢复时间和你的个人年龄需求是否符合？第四，如果你现在没有持有这项资产，你会以当前价格买入吗？这个问题是为了警惕行为经济学中的一种锚定效应，就是人倾向于用近期的某个参考点，比如近期的最高价，来衡量自己某个股票的盈亏。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当前的市场价值与自己原始买入的价值比较来审视自己的整体投资。你如果无法清醒回答上面这4个问题，你可能最理智的做法就是避免过激行动。另外通知一下，我下周家里有点事，所以杰森新闻快递会停更几天，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和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